这电磁炮打无人机啊，真是太爽了，一扫一大片呢，这效率可比激光武器高多了。激光你还得定位烧灼10秒钟，而一束微波出去，整个无人机群30架全坠毁了。关键啊，还便宜，一束微波的成本只需要几美分。这么先进的武器卖2000万美金，您觉得值吗？今天我们认识一款最新的微波电磁反无人机武器，那是美国伊比鲁斯公司的叫列奥尼达系统。根据公司官网的消息，2025年7月份，他们向美国陆军交付了2套，收了多少钱呢？4000多万美金，也就是一套2000多万。你别小看这2000多万美金，这就相当于一架死神无人机的价钱。你像有的二手的那个 F-16早期版本，也就2000多万美金，说实话还是很贵的。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款武器到底值不值2000万，美国陆军花的有没有心疼。我总结了一下，一共有5大优势，咱们挨个数一下。其中最核心也是第一大优势呢，那就是它专门反集群的。你这货比货啊，还得看一下核心竞争力。在以前我们节目讲过，英国的龙火激光反无人机系统，它呢每次你只能打一个目标，而且你得追着这无人机烧灼10秒钟才能把它烧毁烧穿掉下来。而这套系统啊，人家是直接反无人机群的，你这个机群也可能是30架，也可能是60架，歘，这微波出去啊，全部烧毁坠落，厉害吧？第二，他提到呢，除了反无人机群呢，它既是防御性武器，它也是一个进攻性的武器。咱们看一下使用场景，在车载的情况下，它可以在前沿进行进攻，专门打敌军的无线电雷达系统和指挥中心系统，等于是退可守，是进可攻，这也算是多面手吧。接下来呢，他又提到了这个360度循环。如果说部署了以后啊，你无人机你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还是背后偷袭，360度雷达它都能做到照射。那第二大优势啊也相当明显，它有一个叫误伤友军避免系统。大家知道，你这一束微波出去，周围还有自己人呢，还有这个友军呢，你怎么能做到杀敌的同时又不会误伤呢？它有一个 AI 智能编程系统，它在识别敌军飞来的无人机的时候，会调整自己的扇面和自己的发射微波的频率、频次和宽度，这些啊都是根据敌机来进行调整的，保证不伤到自己人。好，第三个，这个它如何做的小型化是个问题。以前的微波武器啊，那都是一个系统，它不是一辆车，那可能有3辆车，冷却系统、供电系统，还有这个微波发生。而这个呢，只需要集合在一辆卡车上足矣。那它怎么做到这一点呢？那就是先进的半导体元件，叫做氮化镓。它既可以部署在车上，也可以部署在舰艇上。现在它开发的第3代啊，有一个吊舱，也可以搭载在这个飞机上了。也就是未来它还想卖给美国空军。好，第4个，它的威力很大。以前呢，我们讲过激光反无人机武器，
你只能反这种飞得比较慢的小型的。你像沙希德那种大的，你烧不穿啊，那个太大也太厚。而这个微波系统啊，它损害烧毁的是无人机的元器件儿。就是你再大的飞机，你也是用元器件儿啊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把一罐可乐，你放微波炉里，你加热一下，你看那肯定里边啪啪打火，对吧？最后啪爆了，一样的。你无论飞机大与小，只要你是金属的有元器件，照样烧毁，照样这个坠毁啊。再往下，第五个，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最吸引人的，它成本极低，低到什么程度呢？它一束微波的成本啊，只需要几美分。上一期咱们讲到英国那个龙火系统啊，它那一套是7000多万英镑，折合美金是1亿300万买那么一套，而这个呢只需要2000万。微波呢一次不是需要几美分吗？激光是$10，说明这个还是最便宜的。目前看还没有比微波更便宜的反无人机武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他提到了除了价钱便宜啊，他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的考量。如果一发反无人机导弹或者是那种砰砰砰的那个子弹你射出去啊，它难免啊形成弹片降到地上呢，打伤人呢，或者把那个车辆损毁啊。而这个微波呢，它几乎是安全的，除了那无人机掉下来，它本身并不产生弹片。你看，刚才给你数的一共是5大优势啊，2000万，我感觉呢还是比较值的。我看了一下啊，他现在推出了一个租赁的协议，也就是有一些空军，你不是还犹豫吗？实在不行的话，那你租，你拿去试试，好的话你再付全款。而且呢，他对于国外的客户也可以采取这种模式，先交押金，你回去租，把账打完了，哎，你再还给我，给你磨损程度扣保证金。我感觉这个挺合适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现有的客户，一个是美国陆军，一个是美国海军，再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。空军现在还在观察阶段，我相信用不多久，它可能就采用它的小型版本，就是那种吊舱。因为你除了在这个地上反无人机如果对方的无人区群足够大，哎，那你干脆你主动出击，专门在它没起飞之前给它烧毁了，哎，机载的这个吊舱也很有价值。第二，任何武器它终归会有自己的短板。我总结了一下呢，它一共至少有4个短板，其中第一个，那就是根据美国军方对它的评价，它属于叫低空，然后呢短距离反无人机武器。你看这两个，既是它贴切的描述，也是一个短板。它只能在如果车载的话，你只能是负责低空的目标，然后呢，它的发射有效距离会逐渐的衰减，也就是不超过10公里。详细数据它是保密的，但我们猜测10公里以外它就没啥效果了。这是第一大的劣势。第二大呢，就是它比较这个对电力有强依赖，就是这个机器本身不大，但是它需要一个超大的电力，而且是稳定的输出，这个都是高压电。第三个呢，它需要强大的散热系统，而且这个是水冷的，所以说它必须定期的更换，因为你啪啪啪的往外发这个微波，它一定会产生高温就像你家里微波炉，你微波烧烤模式，它也是很烫的，有可能会把你壁炉烫坏了所以说这个需要强大的散热系统，不然它自己都烧了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它对于操作人员的专业性要求极高，如果操作失误的话，或者说对目标来袭的导弹编程失策，可能会把这个周围的人员造成不可逆的物理损伤。操作人员一个疏忽也可能自己烧糊了都是有可能的。
在现代作战中，任何的武器它都需要和其他武器进行系统的集成，这样呢才能取长补短。比方说高空的目标或者高速的目标啊，你还是得用反无人机的导弹。像距离比较远的，那你就用激光；近的，如果你想一次能坠毁30-50架，还得是微波。所以说这3个系统啊，可以集合成一个，才能发挥它们最大的效果。好，关于这款武器，您有什么见解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现在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德国进行和平协议的谈判，我感觉呢，可能浪费时间，能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啊，你还得在战场上完成。对于独裁者来说，他只听得懂枪炮的声音。如果您对这个协议感兴趣啊，咱过会儿聊聊这个话题。欢迎关注大卫军情局，咱们每天都有更新，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，咱们第一时间再见。